聊了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这个我们台湾民众党的8位委员先进哈，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刚刚我在台湾民众党党团办公室里面哈，跟8位这个委员当选人哈，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坦诚的交换意见。我感受到台湾民众党对于台湾未来发展的关心，对于国会改革的坚持的。那我过去事实上我也很重视国会改革，虽然我当立法院院长也没有提案权，所以所做的是有限。不过我想大家的理念就是非常一致，都是希望对台湾的民主巩固，或者说国会改革，或者是民主深化，大家都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让台湾迈向一个正常国家。我想这个是我感受到的哈。我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但是我感受到真的是大家非常坦诚，然后他们对以理想非常的坚持。我在这边呢，特别向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党团这个8位新当选的委员先进来表达敬意。我想最主要大家在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都是以台湾的国家利益放在中间，要怎么样让台湾更好。所以我深深感触到，就是我们元月13号投票之后，到现在到今天刚好是半个月吧。那半个月后，选举的激情就会慢慢淡化。那大家应该要思考要怎么样团结，让台湾更好。所以我记得过去曾经有人讲过，就是说政党利益放两边，台湾的国家利益要放中间。我想未来应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这个经过在选举的时候，大概就白龙准、划龙舟一样，大家拼。那选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慢慢就是让这个情绪过去，让社会就平静下来，大家共同来思考，让台湾怎么更好。那其中国会改革当然对台湾的发展、台湾的未来是非常重要。那我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立法院长除了我个人非常赞成之外，在当立法院长的时候，如果是本于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就是说立法院长应该职权中立，应该维护秩序，还有处理议事这一些原则之下这个法律规定的原则之下，我也会朝向我讲的，说我认同的是我支持的这个来迈进。当然我还是要严守这个立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就这样，谢谢。院长中午有发一个声明那这个声明是这个国会改革的4+1的这一个条件全部都买单了吗？那中午的这个声明有没有跟民进党团这边来讨论过？他们有同意了吗？我想这样，我刚才讲在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是我个人表示支持，那不是代表民进党。就这样。我从来我当选省议员到现在，今年已经超过42年了。42年来，我对台湾民主，或者说这个冲破党禁或者国会改革，事实上我有一定的想法。包括现在最近大家有看到，民进党在2007年通过2阶段宪改，那里面有总统制是这样，内阁是这样。那这些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这个脑筋里面都有。只是我当院长就要有当院长的样子，要依立法院组织法来行事。如果说我过去，比如说我当省议员的时候，我不是院长，当然我就不会放手一言了所以完全不同。就是说我扮演什么角色，一定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院长，如果请教一下单一招委，如果这一会期你觉得来得及实施吗？我想这个单一招委的部分这个还是不是我个人，因为我个人没有提案
所以我只能讲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好，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单一招委。不过就台湾来讲，你采取单一招委，可能会小党的利益，因为双招委的话会照顾到小党。它最主要就是要在委员会会平衡，它有缺点也有优点，就是说朝野的政党会都是照顾到，然后会比较平衡。如果单一招委的话，那执政党或者多数党，他会全拿以后，很可能小党的意见、小党的政策会受到忽略，就说各有利弊，各利弊。那基本上国会改革我都支持。那不过民进党不会有压力吗？这个事情？我不代表民进党发言。我们在两题，在两题。啊？但我觉得表情有点微妙。什么？很愉快。那也要跟蔡志强的过去的分析。院长，我回答一下。好，来，谢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立法院的大家长游锡堃游院长，然后跟蔡其昌副院长到台湾民众党访问。那刚刚会谈的过程，我相信是非常的愉快，也非常的融洽。那我们大家对于立法院接下来的运作，那以及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国会改革的目标，都已经充分交换了意见。那我相信游锡堃院长过去对台湾推动民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在台湾民主的历史上，绝对有游锡堃院长重要的角色跟定位。那至于说我们两边可以说是有最大的共识，是在国家跟人民利益之前，政党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其实都是小事。那我也相信台湾社会期待的是未来，不管是执政的民主进步党，在野的中国国民党跟我们台湾民众党，大家怎么样能够在国会携手合作，推出更多福国利民的法案，这个才是人民真正关切的大事。会跟副院长来报告吗？来吧，不用报，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报。想问国常委员，因为早上跟韩国也谈过，那下午跟游院长也谈过，那其实游院长也声明说，对于我们的国会改革，他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那我们现在心里有觉得说，跟谁是比较好的合作人选？我想今天就是不管是上午中国国民党来拜访，或者是下午游锡堃院长跟蔡其昌副院长来拜访，台湾民众党的立场跟角色就是来者是客，我们以礼相待。而且对于从早上到下午2场的会谈，内容都非常的融洽，我相信对于国会未来运作的顺畅都有正面积极的意义。那至于说台湾民众党的立场，那就要跟大家报告就像柯文哲主席所宣示的，我们一定是团进团出。那今天2场会谈在刚结束，那我们党团的成员有必要，我们还要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那我相信我们有任何决定，我们都会跟台湾社会、跟台湾人民做清楚的报告跟说明。反正这2场在单一招委制的部分，因为像院长这边比较有正面回应，但是也比较说是个人的部分。那如果就算是个人，会不会以后就让民进党的可能真的去帮忙对象？没有啊，我想今天主要就整个大的方向大家广泛交换意见因为在制度的设计上要讨论的细节还蛮多的因为我只补充一小点就好了，因为我其实今天不太适合谈论制度的细节，因为大家如果查一下，即使是单一招委制，也未必是赢者全拿。像德国的国会，他们招委席次的分布是跟国会的比例是相配合的。这个在比较国会上面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但这不是重点今天的重点是我们非常感谢，也欢迎我们现在立法院的大家长游锡堃游院长、蔡其昌副院长，能够让台湾民众党来跟我们大家充分的交换意见。那我相信从今天上午到下午2场会谈，这个会谈本身跟它的内容
都可以破除掉很多外界的揣测跟想象。第一个，这绝对不是刑堂，第二个，也绝对没有牵涉到任何利益的交换，这个是我们绝对可以非常公开而且负责任的跟台湾社会报告。好，那我们这边联访到这边，谢谢大家。院长，谢谢，多谢，这两个都会关注发言。谢谢啊，好，谢谢啊，徐阳兄，谢谢。好，谢谢，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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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哦，大家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因为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未来委员罗志祥，他可能是一个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 新闻网 APP。